走出南亚次大陆为世人所知的电影，就没有一部是孬片儿。这是前两天小生一哥们儿对印度电影下的断言。不用说，老哥这番言论多少有点以偏概全、倒果为因，但小生暂时说不服他。毕竟国内院线引进不久的《因果报应》就是他这一观点最新也最直接的论据。按他的原话，这部电影对得起票价。用较为抽象但含义很沉重的词汇来当作电影片名或译名，其实是种冒险的做法。且不说片名过于玄乎或不对版会不会引来嘲笑和质疑，仅就第一印象而言，意味不明的标题就容易让观众摸不着头脑，并产生劝退效果。然而因果报应不太一样，但凡看过整部电影的观众大概都会产生一致的结论，这片名太合适了，甚至有点用力过猛。剃头匠马哈拉贾为人老实巴交，但力气大，脾气倔，酷似老牛。早年意外丧偶，与女儿相依为命。这日他带着一身伤来警局报案，称自家遭了入室强盗，不仅给自己一顿好打，还把全家无比珍视的拉希米偷走了。为了找回拉希米，马哈拉贾愿意出几十万卢比。不过这拉希米不是他老婆，也不是他女儿，更不是什么名贵珠宝。警察有点懵，总不能是这个铁皮垃圾桶吧？嘿，您猜怎么着？还真是。你మొదల ఉంది ఎఫ్ఐఆర్ పోవడం జొన్నయ్య అది ఎందుకు పుత్రుడితా లక్ష్మి సార్ యో కుపుత్రుడు జొన్నయ్య సార్ లక్ష్మి సార్ జరు పుంజురామ如此荒诞的开局，难不成这是个需要对电波的欢喜闹剧，能和因果报应沾上边吗？可事实上，因果报应跟喜剧毫无关系，而是一部涉及谋杀、绅士、阴谋算计，对暴力和人性阴暗面不加掩饰的悬疑正剧。全片核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复仇。印度商业片小生看的不多，却总有这样一种印象，他们特别擅长拍复仇题材的电影，且总能让人看得血脉喷张或是畅快淋漓。这种爽快感并非全靠巧合与杜撰的无脑拼凑，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外在合理性之上。熟悉印度的朋友都知道，由于特殊的文化与历史，印度阶层分化严重，私刑泛滥，公职人员贪腐不作为，依靠公权实现正义的难度极大。客观事实反映在写实风格的复仇故事中，往往催生出践行个人正义、有债必偿、有责必究的剧情走向。这一点在因果报应中体现得更为极致。马哈拉贾的精心策划不仅让毁了自家平静生活的恶人付出肉体消亡的代价，更是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彻底摧毁了首恶的灵魂，从而完成一场彻头彻尾毫无保留的复仇。看腻了高拿高起轻轻放下令人难以释怀的结局，那这部电影绝对能让你道一声痛快，因为它满足了每个人潜意识中对正义最质朴的渴望，也就是善恶有报。情绪价值这块妥妥拉满了。对这样不可多得的悬疑佳作拆解的太多，反而会失去初次观影的乐趣。而想让观影体验最大化、最优解，便是亲自在电影院中完整鉴赏一番。这就不得不说回开头那位老哥了。得知小生准备讲因果报应，他总结出2条有效降低剧情理解门槛的建议，托小生转达。放心，不涉及剧透。首先，本片大量运用叙事性轨迹，剪辑手法很巧妙，多次出现难以立刻察觉的倒叙和插叙跳转。初次观看时要理清略显混乱的时间线，只需关注2处：主角须发的颜色和他耳朵的伤。其次，影片前期有大量伏笔铺设，建议前期投入更多精力在人物、道具和台词的细节捕捉上，耐心等到中期，悬念逐一解开，豁然开朗的感觉会让你直呼过瘾。无需心理建设，无需事先补课，只需跟随着电影的叙事节奏，抽丝剥茧，逐步深入，便能享受到悬疑片和复仇故事最纯粹的魅力。一部不会辜负你2个小时全神贯注的电影，可不常有哦。